最可怕的就是说长期晚上睡觉用嘴巴呼吸的人会有一种脸，简单讲就是阿呆脸啦。阿呆脸我是用鼻子呼吸，可是我的脸长这样。我要推荐一个，这是我近期用过最好用的夜用牙膏，它可以增加我们的唾液量，增加150%的唾液量。哇！请问，如果口腔分泌的唾液量减少，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疾病？请抢答。哎呦，来那个牙口不好的人会影响他的肠胃。对，恭喜答对了，谢谢。大家都很有自己的一套说法。对，肠胃病有没有？对对。好，其实这个回答很接近了。是我们的唾液事实上是我们的肠胃道的第一道防线。如果说你吃饭多嚼几口，事实上你的这些微生物是可以被抑制的。所以说唾液它可以减低我们的肠胃道的感染风险。长期晚上睡觉用嘴巴呼吸的人会有一种脸，那个叫做所谓的腺样体面容，简单讲就是阿呆脸啦。阿呆脸那我看起来有很呆吗？因为我都是用嘴巴呼吸耶。我是用鼻子呼吸，可是我的脸长这样。夜晚唾液的分泌会比白天来的少 ？Yes or no？ 请抢答。天哪！你会不会在那边乱按？我觉得是夜晚唾液分泌会比白天来少，我觉得是错。为什么这样觉得？晚上你会吃东西会磨牙吗？白天吃东西的刺激比较多嘛。它陷阱啊！这一题到底 Yes or no？ 答错了。为什么呢？蔡云荣医师，刻板的观念跟逻辑都很正确。真的，你不要再讲，他已经够骄傲了。因为的确白天是有一些刺激会刺激唾液的分泌，然后另外还有本身它是有一个昼夜调节的规律，所以白天的唾液分泌量可以到晚上的3到4倍哦。你们各队要提出一个你们的口腔保健法宝，要谁先呢？来，好，谢太久。我们今天要来教大家一个口轮匝肌健口操。匝肌，对，就在我们这边两颊的部分。首先呢，就是先把它吸起来，3到5次，然后它也有就是单边的，就是。然后这样子就会让我们的唾液变多，然后会就是运动到我们旁边的嘴巴的肌肉，3到5次就好。罗哥，你还好吗？做的很正确啊。你有吸吗？你看，右转了，半面而已。左转。方向灯的概念。好标准哦。OK，所以这个是真的有好的功效吗？看来也是蛮不错的。那我们这边可以再补充3个，就是针对口内的3大唾液腺，就是耳下腺，然后腭下腺跟舌下腺的按摩。那第一个耳下腺的话，我们把食指跟中指打开，然后整个手掌贴在这里，然后现在很流行顺时钟往后按个10圈，往后按个10圈，这样子可以按到耳下腺的部分。刚刚对了。那第2个的部分的话是腭下腺，腭下腺的话我们就是用拇指，然后顶在这个下颚骨的这个下方内缘这里可以摸到有没有？然后也是往上顶，然后也是10次，然后再来一个是舌下腺，舌下腺的部分的话，它在比较靠近前面下颚骨的这个地方，也是内侧哦，就是不是压骨头上，是压在骨头的里面那个软软的，你摸得到那个，大概是舌头下面的地方，然后也是往上顶，然后压个10下。那以上的这3种，就是每次做个10次，然后一天可以做个3回合，这样也可以促进唾液的分泌。谢谢嘉伟的分享。要赢你就对，派出哪一位代表？当然是我们的夏雨荷喽。哎呦，对，不要举手，那样显得有点傻。对，傻愣愣的，我们不是这种 style 的。不要，给我们有智慧的提议吧。我要推荐一个，这是我近期用过最好用的夜用牙膏。有什么特别啊？它是德国原装进口，然后通过欧盟的法规认证。它有一个很贴心的小图案，是月亮的这个。它要提醒大家睡前一定要记得刷牙哦。这个牌子我知道，他们家的漱口水很有名。对，对，而且它里面的内容物啊，有那个草本精华，可以促进我们牙龈组织的紧实，又可以减少出血。是，对，还有一个柠檬酸钾，可以减少我们敏感性牙齿的那个疼痛感。另外还有氟化钠，氟化钠可以强健我们的珐琅质，很厉害吧？所以你自己平常都使用它？对，而且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德
国专利的配方 OptoFloor，它可以增加我们的唾液量，增加150%的唾液量。整集都知道口水的好处，就直接加150%。所以我们这边有需求啊。真的。